礼部侍郎嫡府养女李安安经滴血验亲，确认非李家血脉，依族制，即日起除名族谱，归还本姓，不得再称李家。我叫李安安，做了18年礼部侍郎府的千金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是假的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迟早都是要还的。这簪子真好看，以后它就是我的了。姑娘，不，张家小姐，您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请吧。小姐，老奴对不住您。娘，关门！现在该你去过你自己的日子了。从今天起，李安安，你再也不是什么千金。那些你曾用心对待的人，因为一滴血就否认你所有的付出和真心，那些你的付出都会像你今夜被赶出府一样，一一还回来，10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安。不，你不是李安安。从今往后，你要姓甚名谁，你自己选。你下去吧。这是哪里？沈家，你婚在巷口，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不是梦。你不是在做梦，但你以前18年的侯府千金生活才是梦。你淋了一夜雨，烧还没退，躺下。我不能白住您的屋子，求您收留我，我可以干活，扫地、洗衣、算账，什么都可以。我不收无用之人。我有用，我识文断字，会算账，懂规矩。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证明给您看。西街的沈家铺子缺一个学徒，从明天起，你到铺子里打杂，管吃管住，月钱200文，3个月考察，3个月后我觉得你不行，你走，我不养闲人。谢夫人。养好伤再来，我不用病秧子。小姐，嬷嬷，天爷啊！小姐您的手破了点皮，不碍事。这是老奴攒的，不多。小姐您别嫌弃，以后老奴每个月来一次，给您送些吃的。嬷嬷自己留下。老奴在府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小姐一个人在外面。银子我收下，嫌您拿回去。您腿脚不好，冬天快到了。嬷嬷的每一块碎银子，我都记在心里，将来我会用100倍还给她，但不是现在，现在的我还不起。新来的，碗洗好了没？嬷嬷，您回去吧，以后别来这儿，让人看到对您不好。以前在侯府，我一顿饭要换3个菜，现在半个馒头分2顿吃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是，但3个月后，我要让沈夫人看到，我不是无用之人，我从来就不是。
哎呦，没看见，重擦一遍吧。新来的，把这捆搬到库房去，一捆40斤，搬得动吧？哦，对，你以前是千金小姐，没搬过这么重的东西吧？小陈、小李，你们搭把手。掌柜的，他自己能干，我们帮他不是瞧不起他吗？对吧，李姑娘？不端完了，还有什么要搬？这就是府上寻回来的亲女儿，模样倒清秀。柳夫人好福气，新宇刚回来不久，规矩还没学全，让各位见笑了。瞧他拿茶的手，到底是在乡下长大的，学不像。听说以前那个假货，现在在沈家铺子里给人搬货。他以前占用我的身份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现在好了，手都磨出茧了吧？让他尝尝下等人的滋味，才知道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霸着不还的。新云，今日是来做客的。我说的有错吗？他本来就占了21年我的位置，现在他在铺子里搬货，我在贵妇宴上喝茶，这才是应该的。以前他们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时候，我在看账本；推杯换盏的时候，我在看账本。他们在梦里消磨长夜的时候，我在管理家族商铺。以前我是千金，现在我要比千金更加值钱。刘老板，这批松江别报虚的，松江布什么行情，我心里有数。松江布上月进价每匹7钱4分，市价1两2钱。刘老板是老主户，按老规矩可让利5分，1两1分5节。这丫头是新来的学徒，学徒能记住进价。王掌柜，你这铺子连学徒都比别人伙计强。他怎么知道进价的？赔给沈夫人的50两本金的1/10，5两，离3个月试用面满还有75天。还需要赚45两。娘，您看这珠花好看吗？我今儿在珍宝斋挑的，5两银子一对呢。那省下来的银子可以给爹买药，给哥哥买书。娘，我昨儿听人说，那个假货在沈家里铺子里过得还挺好的，沈夫人让他住在后院，管吃管住。他被赶出咱家，倒是一点罪没受。您说他会在外面说是咱家亏待了他，他在沈家吃好的住好的，要是有不明真相的人听了，还以为是咱们李府容不下他呢。他本就非我亲说什么，有何恩情何干？话虽如此。可他在沈家铺子里做生意，外面人难免呢要拿他跟我比。娘，让他就是这么顺顺当先生的。你想做什么，不必告诉我，但记住，别让人抓住把柄。大小姐，有什么事吩咐老奴就是，怎么亲自来这安杂地方？刘管家，帮我办件事。大小姐，请说。沈家铺子的供货商，布料的、茶叶的、瓷器的，跟咱们府上有往来的是哪几家？给这3家传个话，就说李府的意思，以后跟沈家那个假货做生意的，李府的买卖就别做了。大小姐，这3家跟咱们府上都是老交情，传这种话怕是……老交情，老交情值几个钱？你去传话，告诉他们，不是让他们不跟沈家做生意，是让他们给那个假货的货涨价。这事儿办好了，这只是定钱，办不排，别忘了我才是李府的正牌小姐。大小姐放心，老奴知道怎么做。王掌柜来的正好，新到的松江布给您留着呢。不过王掌柜，这次的价得涨一涨。涨？上月不是还按7钱4分走的吗？没办法呀，供货那头涨价，我也不想的。这次每匹得8钱。说句实诚话，有人跟我打过招呼，要抬您家的价，我只能按这个报。多的那1发钱走吧，10匹，一共我要赚2。罢了，按那8钱6，按8钱走了。8钱，比上月底涨了1分6，10品布就多花了1两6钱。铺子里1个月进3次货，光布匹一项就要多花近5两，5两是我2个月月钱。孙老板，敢问是谁打的招呼？李姑娘，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，这种话您别问我。李安宇，你连我在铺子里进货都要插一手，你恨我恨到这个地步，正好，我也需要恨一个人恨到这个地步，这样将来我反击的时候才不会心软。大小姐，有什么事吩咐老奴就是，怎么亲自来这安杂地方？刘管家，帮我办件事。刘管家，帮我办件事。沈家铺子的供货商，布料的、茶叶的、瓷器的，跟咱们府上有往来的是哪几家？给这3家传个话，就说李府的意思，以后跟沈家那个假货做生意的，李府的买卖就别做了。大小姐，
进。黎安安，夫人，今天进货的松江布梅皮涨了1分6。我知道，王掌柜跟我说了。供货商说有人给他打过招呼。你觉得是谁？黎心雨。他让黎副管家给供货商传话抬价，想逼我在这行做不下去。今天多花了1两6钱。40年前我被赶出沈家以后，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。嫡母让所有跟我有往来的商号提价，想逼我饿死在街头。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做的吗？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做的吗？我没去找新的供货商，我把所有被抬价的货全部记下来，忍了1年。1年后，我自己开了铺子，把那些当年抬我价的供货商全部绕过去，直接找农户、找工匠、找货源地。他们抬我3分，我绕过他们，一辈子不再用他们的货。所以你要想好，你是想现在告状，让我替你去压那些供货商，还是忍着，等将来用你自己的本事，让他们后悔抬过你的价？我忍，但不是忍气吞声的忍，是积蓄力量的忍。那就去把你的账记好，每个抬过你价的人都记下来，将来你一个一个找他们算。你比当年的我沉得住气。你们现在给我的每一分苦，我都会还回去，10倍。不是现在，但在不会太久的未来。这次食品部多花了1两6钱，茶叶和瓷器那边也传话来了，下批货都要涨价。夫人说这些都由你记着，记这些有什么用？记着，才知道将来要绕开谁。丫头，忍着不容易，不忍着更难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攒下，连跟人翻脸的资格都没有。忍字头上一把刀，但这把刀我现在不是用来砍自己的，是将来用来还给人家的。今日王掌柜跟我说你在记账。是，每次进货的实价、抬价、供货商，我都记下来。不止记了这些吧？晚上偷看我的账本，看了多久了？从住进铺子第3天开始，每天晚上铺子打烊后，我趁没人时进账房翻看。我不只是看账，我把您跟所有客商的来往信件也看了。我知道这不合规矩，我愿意领罚。看了多少？3年来的账本看了10之7八，进价、售价、各服喜好，但若记则结售，都记在脑子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阻止你？因为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被沈家赶出去以后，我在沈万山的铺子里做学徒，白天搬货，备堂，晚上照私道。我以为会被赶走，他却说既然这么想学，就别偷着学。第2天，他把铺子所有的账本都给了我。所以从明天起，你不用偷了，账房的钥匙在这里。你想学，我教你，但有一个条件：3个月试用期满之后，你不仅要会看账，还得会做账，会查假账，会发现别人在账面上骗你。如果你做不到，这把钥匙我收。夫人，别叫我夫人，从今天起叫我师傅。师傅。哟，李姑娘，洗衣服呢？正好，我那件灰布衫也脏了。既然洗了，顺便帮我也把这双鞋刷刷。怎么，以前是千金小姐，现在帮人洗件衣服就委屈了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跟我们一样，现在是沈家的下人，下人帮下人洗衣服，天经地义。我是沈家的学徒，不是下人。学徒跟下人的区别，学徒学的是本事，将来可以做掌柜；下人只会指使人，一辈子是下人。衣服我可以洗，但不是你让我洗我就洗，是我自己愿意帮你洗。因为我知道你除了支持我，没有别的本事，而我3个月后，你不会想站在我面前的。
1个月前我跪在雨里，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现在我有了一把钥匙，一本账，一个师傅。今天我看见了一条路，很远，很难走，但我不怕远，也不怕难。今晚不交算账。你在我这儿学了快1个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肯教你，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。今晚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听完之后你再决定还要不要继续跟我学。40年前，京城沈家有一个庶女，叫沈若华。若华，你跪也没用，老爷在世时收你做嫡女养，是为了保你弟弟的爵位。母亲，我伺候了你10年。做我是下人的本分，我养你15年，是怕我儿活不过昭岁。现在你弟弟是嫡子了，你一个庶女还赖在这里做什么？现在真嫡子来了，你一个庶女养你15年已经是恩赐，别不知好歹。姑娘，姑娘，醒醒！喝一口。我是沈三山，做布匹生意的。你有没有地方去？没地方去，就跟我走吧。既然想学，就别偷着学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沈家伤后，从今天起由我当家。有不服的，现在可以走，走了就别回来。留下来的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沈万山救了我的命，教我行商，让我从一个被赶出门的庶女变成了沈家当家。他死以后，嫡母的沈家败落了，嫡母让管家来找我借钱，你猜我怎么做的？我借了，但条件只有一个，让他亲自来。他来了。站在我面前，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当年你养我15年是为了保你儿子的爵位，现在我还你500两，是为了让你记住，那个被你赶出门的庶女，现在比你的嫡子过得好。”我告诉你这些，不是让你可怜我，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跪在雨里那晚，我为什么要停车？因为我看见了我自己，40年前跪在雪地里的我，跟40年后跪在雨地里的你是同一个人。所以我要教你，不是可怜你。是因为我知道你心里的那口气还没有灭。当年没有人教我，是我自己学出来的。现在你不需要再走我那条弯路了。师傅，教我做生意。我只认真教你1年，1年后你是龙是虫，看你自己的命。1年，够了。王掌柜。从今天起，夫人不，师傅让我正式学账，以后进货价、出货价、库存数，请您多多指点。好，这东西跟了我20年，现在给你用。今天不交账，教你识人。看下面，告诉我哪些是富，哪些是穷，哪些是官，哪些是商，哪些在说真话，哪些在扯谎。炕窗那2个穿绸衫的应该是商人，在谈买卖；敲桌子那个是卖方，他在报高价，因为他说这批货全京城只有我家有。但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往左边瞟。眼睛往左瞟是什么意思？人在回忆的时候眼睛会往上看，在编造的时候会往旁边瞟。他在撒谎。角落那个灰衣老者虽然只点了1碟花生米，但他坐姿端正，喝茶时手指没有碰杯沿，是怕烫，说明他平时有人伺候不自己倒茶，是故意穿旧衣。那一桌穿的最光鲜但最吵的那个，他拍胸脯说包在我身上，旁边人给他敬酒，他只沾锤。他不是真有钱，真有钱的人不需要告诉别人他有钱。错了一半，靠窗那2个不是商人，穿绸衫的那个敲桌子的是户部一个小主事，他旁边那个是宫里采买太监的心腹，他们谈的不是买卖，是回扣。你漏看了，敲桌子的那人靴子是官靴。角楼那个灰衣老者是当铺的朝姓，一辈子跟穷人打交道。他穿旧衣不是伪装，是习惯，但他确实不缺钱，猜对了这一点。
正中间那一桌，嗓门最大的那个是真正的大商，手里有3间铺子。他嗓门大不是炫耀，是耳朵背。他年轻时在染坊干活，被染缸砸过头，错一半就是全错。商场上你猜错一个人，就会赔光所有。你把他当穷人的那个朝壮，可能买得起你整间铺子；你把他当大官的户部注事，可能收了钱就翻脸不认人。请师傅再给我1天，我明天还来。明天来的时候，把你身上这件新衣服换了。穿太好，别人会仿你；穿太差，别人会骗你。穿成一个不会被记住的人。来吧。东蜀桌，年轻公子，腰间挂玉佩，但是新玉，玉钛是绢的，不是丝。随从比他穿的还好，但站在他身边不是站在他身后，他不是主子，他是替主子出来办事的管事。真正的公子不会让下人穿的比自己好。窗下2妇女，表面在聊家常，其实在放印子钱。年长的是放贷的，年轻的是中间人，正中商贾。他看的货样是丝绸，但他翻看的手法不对，他是来偷花样的。角落那个老妪，他的手有老尖，但在虎口，不在指尖，不是做针线活的。他是练家子，会功夫。身上穿的破衣是男士的，袖口有磨痕，可能是镖师。穿锦袍的胖子，你说他是借衣服充场面？他鞋底磨得厉害，但鞋面粗心，说明鞋是新买的，不合脚。一个人连鞋都穿不合脚，说明这双鞋不是他自己的，是从哪儿借的，或者临时置办的。瘦高个儿呢？指缝有墨，但戒指崭新。一个常年戴戒指的人，戒指会有磨损，会有磕碰，他的戒指锃亮。他真正值钱的不是戒指，说明刚戴不久，是他脑子里那些账。他应该是个账房先生，来茶楼替东家物色买卖。那个等人的妇人，等了6刻钟，没有不耐烦，没有左供右腕，偶尔端茶的手指很稳。他不是等情人，不是等朋友，他在等一个很重要但不能催的人，可能是宫里的人，或者哪家权贵的管事。9成，你猜中了9成。你说的老毕是镖师，他以前是走镖的，现在在镖局做暗镖。你是怎么看出他是练家子的？他做的姿势，脊椎永远是直的，哪怕佝偻着肩膀，腰是挺的，那是练了半辈子功夫的人才会有的习惯。3天前你猜错了一半，3天后你猜中了9成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因为你变聪明了，是因为你学会看鞋了。要学会识人，先从最低的地方看起，低的地方看准了，上面才不会有错。以前我识人是看衣服，现在我知道要看眼睛、看手、看鞋，看一个人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藏了什么。第1课你过了，明天开始教你第2课。42两，够一个5口之家吃10年，够我在沈家铺子做17年学徒。这些银子是师傅用命挣来的，有人在偷。州界茶行，1年半，
武夷红茶亏空共42两，验收的一直是张伙计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进货账和库存账摊在一起看，就看见了。那个张伙计在沈家做了12年，他老婆常年卧病，孩子还小，要钱占了大半，王掌柜也知道。如果我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，你怎么做？42两，1个月内还清，还不上，逐出铺子，报关。你比他狠。不是狠，账上骗一次的人，下次还会骗。今天是他有苦衷，明天就会是别人，到最后铺子会被苦衷拖垮。还有呢？药不能停，我替他付3个月药费，从月钱里慢慢扣。你比我年轻时还狠，也比我当年心软。42两的亏空，我早查过。张伙计的事，去年王掌柜就告诉我了。你在账房熬了3天，查出我早知道的事，是不是浪费了你3天？不是浪费，您让我自己查42两，是为了以后查400两、4000两时不会被人蒙。这是3个月的药费，按您月钱扣，扣完为止。42两的亏空，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李姑娘，我老婆药钱我替您垫了，但42两您得还，1个月1两，3年半还清。铺子管吃住，剩下的钱还够买药。这是账本，您自己记，每一笔我都查。您不赶我走？您在沈家做了12年，只一次改过的机会，但只有一次。您给老婆喂药的时候，问她自己还值不值让她替您答。做假账的不止张伙计一个，这些你看看还能查出多少？半年内查出所有重云，该还的还，该逐的逐，该送官的不必手软。但记住，处置完以后要让留下来的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能留下来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今天在商会听到李府换了新的布力供应商，因为孙老板给你抬价不够狠，黎新宇让刘管家换了人。孙老板被踢后想来沈家接回生意，你猜我怎么说的？我说沈家的事由我徒弟做主，明天孙老板来铺子找你。我会接他的生意，但进价比原来低2分。7巧2分，比原价还低。你确定他会答应？会。全京城都知道他被李府踢出来了，不接沈家的单，他的货就得烂在库房里。他不但要给我7钱2分，还得送货上门。明天他来了，让他重签这份契书，用你自己的名字签。2个月前跪在雨里的时候，我以为名字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契书上。明天我要签第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契书，不是黎家小姐，不是沈家徒弟，是我自己。门别关，今晚不想关门。心韵，你今儿这裙子真好看，衬得你像画里走出来的人。我娘说我现在是侯府千金，穿戴要讲究。这条裙子花了12两银子，比那个假货以前所有的裙子都贵。说到她，我听说她现在在沈家铺子里给人搬货。可不是嘛，有人亲眼看见她蹲着搬布匹，手上全是茧子。秀妍哥哥，你说她以前也是千金小姐，怎么就落到这般田地了呢？
你的钱我不稀罕。他本就不是千金，不过是占了你的位置罢了。娘，修远哥哥说下月他爹升迁的事儿有着落了，等他爹升了翰林院侍读，咱们两家就是真正的门当户对了。新宇，这个月的开销比上个月又多了30%。娘，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好吗？修远哥哥他爹升迁要打点各处，咱们家出些银子，将来修远哥哥飞黄腾达了，还不是咱们家的体面？罢了，下月省着些。你爹在朝中被人弹劾家风不正，咱们府上不能再落人画饼了。以前在侯府，我以为这世上最难的事是被人赶出门，现在才知道，最难的事不是被人赶出门，最难的事是在被赶出门以后，在所有人都以为你会烂在泥土里的时候，一页一页翻账本，一笔一笔揪蛀虫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姑娘，你找谁？请问是王老爷家吗？我姓黎，是沈家铺子的学徒。听说您家里种雾麻，我来问问能不能收货。收货？姑娘，不是老汉不信你，以前也有城里人来说要收麻，谈好价，收了第一批就不来了。我上哪儿找他们去？姑娘，喝口水。我们乡下人没什么好东西招呼你。王老爷，我不会签第一批就跑，我可以跟您签契书，写明收多少斤，什么价，什么时候来取，按手印。雾麻皮每斤2文钱，比市面上高半文。您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姑娘，你给的这个价是真心的吗？比市价高半文，你不怕赔？不怕，您种的树麻是好货，我给您高半文，您以后只给我沈家供麻，公平，不给别家。老头子，这姑娘不像是来骗咱的，你看她的手也有茧子。成，姑娘，我信你。谢谢您，下月初5我会再来。如果您有同村种玉麻的乡亲，麻烦帮我带个话，沈家铺子按2文半收好玉麻，现银结。东市那间小铺子，我从一个欠债的布商手里盘过来的，本金50两，货你自己进，账你自己做，盈亏你自己扛。您不怕我赔光？怕，但我更怕你连赔都不敢赔。这50两是我借你的，不是给你。赚了你还我，赔了你走。如果赔了，我把铺子钥匙还给您，自己走；如果赚了，我再问您要下一间铺子。别忘了，我只给你1年。丫头，一个人撑一间铺子不容易啊，50两的本钱，进一次货就去掉大半，万一卖不动，卖不动就想法卖。以前在侯府，
我以为生意就是柜台上收银子，现在才知道生意是做给那些不收银子的人看的。这是沈家铺子库里多出来的松浆布，夫人让给你送过来，算你按净价结。替我谢谢师傅，跟他说这捆布我不还价。既然是沈家铺子介绍来的，我这里好说五一红茶每斤给你按2两2钱走。那个李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刚才伙计说这批茶被人提前订了，您要的话得按2两8钱，而且得等半个月。谢方老板，我等不了半个月，下次再合作。有人跟我打过招呼，说跟您做生意的，以后李府的买卖就别做了。我做的是小本经营，得罪不起侯府，您请见谅。有人打过招呼，死给他个李府！ 6个供货商上被李府打过招呼，50两金金被抬价以后，只能进原来7成的货。黎新宇连我在这里进货都要封堵，他怕我，他怕我翻身。好，那我就更该翻给他看。老伯，打听个事儿，从这里到西山村，驴车来回1天够不够？ 第一次，我有自己的铺子，自己的算盘，自己的门槛。第1个月赔了14两，14两够王烙贴种3年驯马，够周嬷嬷攒10年，够我在侯府的时候买2件新裙子。我跪在雨里那天以为已经跌到了底，现在才知道跌到底以后还得被人踩着往下踩。 你跪我有什么用？14两，我赔了14两，不是来求您宽限，是来求您别放弃我。你跪我，是跪你心里那个我不行。站起来，去赚回来。这个月的亏空，下月补不回来你就走吧。 李姑娘，有人打过招呼。赔了是我笨，认。但同样的坑，我不会踩第2次。京城人不买麻布，我就把麻布卖给买麻布的人；京城人吃的茶被抬价，我就去产茶的地方拉茶。 我跪过雨，饿过肚子，见过这世间最冷的脸色，我还能怕什么？姑娘，我听说你在城里自己的铺子都赔了钱，你拿什么收我们的麻？
这里是30两，是我最后的银子。今天我没有大商号在的后台，也没有供货商交情，我只有这村的法人和一个签契书。愿意信我啊，每斤2文半，茶叶每斤按品式给价，柴炭每袋15文，现银结，当场付。如果不愿意，这30两不够我亏第2次，所以我只收5户。姑娘，你要是坑了咱可就真活不下去了。我也是从活不下去走过来的，我不会坑你。30两，是我最后的本金。这30两花完以后，我不会再有第2次机会。但30两不是孤注一掷，是我赌上了所有退路。苎麻布是好布，透气耐穿，不褪色。但城里人不穿，我当年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咱种了一辈子麻，自己穿的都是破布拼的衣裳。吴大娘，我上回跟您提过制麻8布，您看看能不能用？麻是好麻，比市面上的细腻。不过城里人不穿麻，我做了卖不掉，谁赔我工钱？不是做给城里人穿的，袖口收紧，不拖泥带水，下摆短2寸，方便走路，腰收2分，干活的时候布不碍事。用苎麻布做，结实透气，洗不烂。你这图样是你画的？是，我画了3天。以前我穿别人给我做的衣裳，现在我想做衣裳给别人穿。做一件样衣我看看，如果样衣做出来好，我帮你做第1批。亏了算我的。把剪刀磨了，今晚加个班。如果卖不动，我把这10件衣裳自己穿，穿到烂。再过1个时辰天就亮了，第4天，样衣应该做好了。姑娘，这衣裳比我想的好。这不是有什么事？这是什么布？不是绸，不是棉，苎麻，透气不沾汗，比棉布耐穿3倍。这件是样衣，45文一件，您试试。这做工你摸摸，比我铺子里那些棉布衣裳还细密。做一件我穿的，我每天在灶台边从早站到晚。棉布衣裳2个月就磨破了。我给您量尺寸，不满意我重做到您满意。吴大娘，样衣过了，第1批10件。按这3件的尺寸分大中小3个码。姑娘，你这衣裳做好了不愁卖，但你一个人扛1间铺子，又当裁缝，又当掌柜，又当苦力，身子扛得住吗？扛不住也得扛，最扛不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黎姑娘在这儿吗？我是城南车马行的老赵，有人托我传个话，明天辰时，东市第7铺有人来看货。
这衣裳是谁做的？我设计的图样，西朝成衣铺的吴大娘做的工。料子呢？西山村收的树麻，皮厚，纤维长，比市面上的树麻耐穿30%。如果真能穿满1年，50件，报个价。50件，每件40文，比单件便宜5文。因为您一次订50件，我省了反复开机的工钱。每件省5文，50件就是255文。你不想多赚？我想，但更想您再来订第2次。如果您明年还来，我还能再便宜3文，因为明年我的麻布进货会更便宜。40文1件，50件2两银子整，付1两定银，交货后付清，10天内交货，你能做到？能。我家主人说，给沈家徒弟一个机会，别让他师傅看走眼。50件，10天。姑娘，我这铺子一共就3个绣娘，10天不眠不休才能赶出30件，剩下20件我帮您缝。姑娘，你会缝衣裳？在侯府的时候学的，不是为了用，是因为闺秀都得学女红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你这针法比我铺子里最好的绣娘还细密。以前学的时候，嬷嬷说，针脚密1分，衣裳多穿1年。我那时候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第1个月赔了14两，第2个月还在亏，但第3个月我有50件麻布衣要交，这50件交了，还有下一个50件，赔掉的每1文我都会从账本上赚回来。师傅说1年，我给自己3个月。50件，全合规矩。你比契上贤写的交货日期还早了1天。谢周管事，如果穿着好，明年还请您再来。姑娘，我家主人让我带句话，你做的这衣裳，他亲自试了1件，他说针脚里有人心。50件衣裳缝了10天，手上扎了多少针？这个比纱布管用，当年沈万山给我买的。我缝第1批货的时候，手跟你现在一样。周管事说他家主人试了我做的衣裳，说针脚里有人心。你猜到了？在京城能在周府做管事，能让周管事出来订货，会亲自下人穿的麻布衣，是您认识的人，也可能是您安排的人。不是我安排的。但订货的人确实是我当年的老主顾。20年前，他跟我订过1批棉布，给庄上的仆佣换冬衣。那时候我刚接手沈家商号，亏空比你现在大多了。他订了100件，我缝了半个月。后来他成了我最大的储顾。你的50件是他给你的机会，不是我。我会让他再来订第2次。他已经订了，明年开春100件。
丫头，你第3个月是赚的，赚了2两1甲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第1个月赔，是因为我只知道卖布，京城人不穿麻布，我卖不动。第2个月亏，是因为我在学做衣裳。第3个月赚，是因为衣裳做出来了，而且有人订了第2批。夫人说的没错，你比他年轻时还狠。王掌柜，这把算盘是您给我的，现在我能用它算出盈利了，还给您。留着吧，我这把老算盘跟了我20年，现在该跟个比我有出息的人了。你赚的不是银子，你赚的是一口气，这口气比银子值钱。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是你自己没有放弃自己。这些是我从第1间铺子到第10间铺子的所有契书，从今天起，你自己看。这是你父亲当年留下的。3个月前跪在雨里的时候，以为这辈子只剩1条命。现在我有账本，有算盘，有一降师傅40年的商道。门别关。安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在沈家铺子做学徒，怎么？这是你管的铺子，不错嘛，自己开铺子了。顾公子，要买什么？这就是你做的衣裳，安安，你以前可是穿苏绣的人，现在做这个？顾公子，这件衣裳45文一件，如果你不买，请放回原处。安安，我今天是真心来看你的，我知道你会过得不容易。这里是5两银子，我买你铺子里最贵的布，你看看货架上的布，剪最贵的给我裁10尺，不用找了。顾公子，您的荷包553钱，您是我铺子的客人，我给您上好货。这匹松江布每尺120文，10尺是1两2钱。这匹湖州绸每尺2两，10尺是20两，还差14两7钱。傲梦，你是付现银。这匹细棉布60文，还是让人回去取？我只是来看看你，不必拿这么好的货。刚才你说捡最贵的货不用找了，货在这里。你是嫌贵，在话说到一半后悔。李安安，你非要让我下不来台？你的每1两银子都是在告诉我，你从来就不知道我值多少。你的银子，请拿走。铺子里的布给需要的人，你不需要布，你需要的是让人觉得你很有钱，但你的钱我不稀罕。丫头，我刚才在西市听人说，你把一个穿锦袍的公子怼得脸上挂不住了。是顾修远。丫头，你不怕得罪他？3个月前他会让我怕，现在他连让我生气的资格都没有了。顾修远今天来铺子里是想看我的笑话，他以为我还在泥里，他不知道泥里长出来的东西比花盆里养的硬得多。今天他的荷包在斗证上称了523钱，下次来他会看见什么叫真正的称斤量。他敢让你下不来台，在街上当着挑菜的脸，
他拿湖州绸报价20两，我荷包里只有5两。一个假货也敢给我脸色，娘，你看看他。他报的是湖州绸的市价，你去问问账房是不是2两1千。你们的事自己处置，若去铺子里闹，别挑人多的时候。我去找他。李安安，你还有脸在这条街上逼着？你一个假货，偷了侯府18年，现在还敢开店？就是一个假货，还当自己是什么东西？李小姐，您说的对，我是假千金，亲子鉴定写了，我认。可我从来没偷过，让你吃苦的人不是我，是抱错孩子的人。你少狡辩！你占了我的位置18年，我占了你的位置，我认。那你呢？你穿的是我的衣服，住的是我的房间，嫁丽布，你还没嫁，但我祝你好运。你笑话我！你一个在铺子里给人放火的下人，你个死人！你这一巴掌打下来，就是侯府千金当街打人。你爹刚弹劾过，家风不正。你真想让言官再参他一本？走！周嬷嬷，今天东市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些，说李小姐去铺子里跟安安姑娘说了几句话。她怎么说心语的？她说让小姐受苦的不是她，是抱错孩子的人。她还说该恨的人在坟里，不是站在她面前。这话是我该跟她说的。她这几个月过得好不好？不好，但她扛得住。姑娘，老奴今天听说了东市的事，做了几个你小时候爱吃的枣泥糕。嬷嬷，上回您给的鞋我一直没穿，您拿回去吧。您腿脚不好，冬天快到了。姑娘，你连一双鞋都不肯收，你是连嬷嬷都不想认了吗？不是不认，是您给我的太多了。您攒了一辈子的银子给了我，您纳的鞋也给了我，您再给，我就还不了了。那就别还，老奴什么都不要你还。老奴就想有一天还能看你叫我一声嬷嬷。嬷嬷，等我有自己的宅子了，您来跟我住，我养您。李府不要了，我要。